差不多了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在这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。哼，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智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面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得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，苏沐雨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
差点就要死在那腐寨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吧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，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。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好。倒是像鬼魁庵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采撷无缺日，烹饪有秘方。做菜如练剑，一窍不开，窍窍不通。所做的东西，自然不可视，不可闻，不可食。哇，好香啊！没想到如剑仙居然还是位厨神啊！不是厨神，只是看过的食谱多，去过的天下多，吃过的美食多，会做的自然也就多了。所谓食道，讲究很深。愿闻其详。苏沐雨、谢轩，你们俩改行了？李城主，城主。城主，这位姑娘便是雪月城的2城主李寒衣。雪月剑仙，想必你就是当时负责医治暗河大家长的神医了。没想到就这般年轻。你就是那个创出了夜袭花尘剑法，能一剑引来漫山茶花的雪月剑仙。是。你手中的这个就是藏于昆仑山之中，能一剑冻出天边晚霞的人间第一寒剑天马冰河。这剑如何，得看握剑的人如何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呢？传说中的月溪花尘，该是怎样的人间盛景啊？能否让我一饱眼福？神医，剑仙不会随意出手，他们一出剑，便能引来满城风雪。是，我不会随意出剑的。可是我遇到了你，或许我会随时出剑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我们曾一起对战过魔教教主叶鼎之。至于朋友，江湖上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敌人，亦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朋友。
我和李成竹的关系很亲近的。我乃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你家三城主司空长风，曾在我药王谷中学艺，算是小百草的半个徒弟吧。说起来，这司空长风得叫我一声师叔。神医还真是活学活用啊！没想到神医这么年轻，竟是药王的小师叔。如假包换，失敬了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就是辈分太高了，搞得大家都以为我很老实的。其实啊，我阿娘是镇西侯府世子妃温洛玉的亲姐妹，你家大城主百里东君是我表哥。师兄是你表哥？我们是一家人。你留下来，一起吃个饭吧。走。嘿。好香啊！神医的酒量很好，自然是海量，而且这酒啊很好喝的，有一股桃花香，还很甜。桃花香，是望城山的一位朋友来看病时留下的，说是他的掌教师弟所酿。他的那个掌教师弟的剑法，如今啊在江湖上传得神乎其技。虽然他的剑法我没有见过，但是他这酒确实酿得不错。这酒好喝，好喝。李姑娘虽容颜绝色，却冷若冰霜，好似对什么都没有太大的兴趣。还以为只会说一句还好，没想到竟会直接的夸赞。看来这酒啊是真的不错。饭菜都齐了，吃饭吧。18剑阵已现，你能越过我的剑阵吗？确实看不出破解之法，可是，只有跨不过去的难关，才有跨过去的意义，不是吗？只有赢了注定失败的局，才有赢的意义。你是个刀痴，或许是吧，师傅也这么说。那魁大人呢？你是剑痴吗？剑不过是件兵器，若太执着于剑本身，反而会成为剑的奴隶。这是暗河的老师和你说的吗？不，这句话曾刻在无间城的城墙上。从早练到晚，我们月安真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好孩子。因为我想成为跟阿爹一样厉害的人。对了，阿爹，我看三叔整日醉心于剑，可为什么你早已逍遥天境，他却始终只有自在地境呢？因为啊，他的心里只有练剑，所以才止步不前呀。我不明白，阿爹，你心里到底比他多了些什么呀？傻孩子，爹爹心里有你呀。你对刀有着纯粹的执着，可你为何要赢？只是想要比我更强吗？若你的心中只有强弱，那么你的刀永远不会是最强。胜负也是我心中的意义。这一刀值得敬佩。
18剑阵便只是这18剑吗？为何不能是180剑、1800剑？18000剑！方才那一剑叫什么？飞刃散落，宛若暮雨，长剑如虹，一击致命。方才那剑以我为名，便叫暮雨。以剑为名，以后我也要创下一刀，名叫不懈。你痴心于刀，醉心于刀，你战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刀。可刀是死物，你需要去寻找真正值得你为之死战的事物和理由。理由？我不明白。就像我必须要战胜你，因为我不能输。我不明白你说的，可是我会为了赢你，去尝试寻找。你这是要走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杀任何人。雪薇，你不会也想和我一战吧？战你个头啊！你流血了，赶紧擦擦吧。你这药我可不敢用。我如今身旁有个小神医，可不敢用你这能毒死一头牛的药。你的小神医，你确定他现在还活着吗？想救人，还是先破了我的毒阵吧。雪薇，你知道这阵困不了我多久的。大家长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恶意的。你会苏家的武功，你用这移魂大法根本就不是为了给我解毒，而是想借此窥探我脑海中的秘密，想从我这儿得知安和的秘密。三家那些白痴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有些秘密知道的越多，死的就越快。大家长，死吧！穆家，穆雪薇。苏家的3针影器，你究竟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，你还下手这么狠！机关，不好，他们攻进了后院。骗子苏沐雨，说好有你在，就能保我无忧呢。石烟，苏沐雨，你下去做什么？我才能饶他，我不想死！石一木慌。你真的来了？我答应过神医，有我在，保你无忧。
高啊，这该怎么过去？此时孟仲若千金，张力无法对开。雪薇，见过大家。密言，我们走。墨迹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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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忘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下真是要中毒身亡了我。解药，你快点儿，一会儿我真死了。外面败了。朱隐十二下，岂是那么容易对付的？最多再剩半炷香时间吧。谢谢那小子呢？跑了。跑了？那宋沐雨呢？跳进那个洞里了，和药王谷那个神医一起。哎，正好，往里面撒把毒，要最毒的那种。你疯了？宋沐雨还在里面。你给过他一粒无花丸，就封在他的剑柄里面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下毒，这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。宋沐雨可以不用死，但那个神医今天必须死。快点儿，快点儿！小心！小心什么？有毒！服下它。我知道有毒啊，我是在问你小心什么？我可是药王谷谷主的小师叔，温家家主的外孙女，我怕毒啊！神医还真是给人很多惊喜。不过那姑娘到底练的是什么毒功啊？居然把自己给练出一身毒来。雪薇无名者时练的是毒杀掌，神医慧眼，竟一下就给看出来了。其中隐秘，待出去之后，我再与神医细说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回到大家长身边。虽然破竹巢那把刀已经被我斩断了，但如今长河还未出手。温家练毒功的人确实不少，但是多半呢还没有毒死别人，就先把自己给毒死了。不过这毒杀掌也不是多么高深莫测的毒功啊，他定是在练功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岔子，导致剧毒流遍了全身。按理说他应该活不下来，应当是被什么神奇的法子给救了回来。看来我猜的没错了。不过呢，人虽然是救了回来，但是毒还在。旁人若是这么不小心的，轻轻碰了他一下，不出一炷香时间，便会化为一滩黑水。能救吗？他刚一见面就想杀了我，我都跳密道逃跑了，他还放出来一朵毒花来追杀我。你这个时候和我说救他，不合适吧？对不住啊，我这朋友虽一身剧毒，但性格温和，一向对人避而远之，怕无意之中害到别人。
他方才对你出手，应当也是迫于家族的命令。苏沐雨，我现在真的好好奇，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天真之人？他刚才是真的想杀我，我能感觉得到。至于是什么原因嘛，那我就不知道喽。好吧。若是此事过后，我和他都还能活着，且不再是敌人，我可以救他。条件嘛，很简单，钱管够。愧是安和的愧，领悟能力就是强。那奎大人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出去？方才与神医交谈时，我想了想，机关应当就在这两处。神医，我们走。哎，这看着怪吓人的，不会有什么机关吧？不会，此乃逃生之路，不会再有什么机关险阻了。哲叔，该干活了。晦气！老爷子息怒。怕什么呀？我是看不惯这只乌鸦，骂了一句罢了。苏家儿郎，不要如此胆小。是。家主，有消息吗？谢家和穆家联合起来闯了朱朝，目前看来还并没有夺得绵龙剑，但朱朝的防御确实被他们给破了。这俩老狐狸居然会联手。苏昌河呢？让他立刻动手的传令飞刀给到了吗？被打回来了。打回来了。老爷子，苏昌河那小子就是不想跟苏沐雨动手。要我说，您把领兵权交给我，我现在就带人杀进去，帮您把绵龙剑抢到手。能对付苏沐雨的只有苏昌河，而只有当我们苏家夺得绵龙剑，且同时拥有苏沐雨与苏昌河2个人时，这谢家和穆家才掀不起太大的风浪。你的意思是？家主，苏昌河与哲叔已经离开落脚小客栈了。又到跃升之时了。我要找全城最好的大夫。你来晚了，这城里的大夫都被叫走了。为何？今天知府那边来了个贵客病人，大夫们都被叫去知府家里去了。这知府在何处？客官别急，今天店里来了个客人，手里拿了本医书，好像是个会医术的。你们在说我吗？哎，就是他。虽然你我未曾见过面，但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就是玄剑仙吧？如剑仙。正是。你怎么下山了呢？还带了一个李寒衣。暴雨梨花针，先生可有法子救他？我拦住了26根针，但是还是有一根。
最后那根梨花针封住了他的气门，使得他的真气正在不断的外泄，不超过半个时辰，就连神仙也救不了了。所以我们立刻将那梨花针给逼出来。一会儿，我用5道银针封住他5处大穴，他的真气会逼得那梨花针游走到百会穴。我需要你用真气把它引出来。来吧。1针鸠尾，2针神阙，3针七海，4针关元，5针终极。便是此刻。不愧是玄剑仙。引。受伤了，区区小伤，不足挂齿。小仙女，小仙女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那根梨花针呢？伤了他的针，我自然把它捏碎了。国师，啊，一秉万卷书，行遍万里路。谢道友，多年未见了。国师，国师是来找赵玉珍的吧？可是1夜过去了，都未曾见你跟他说过一句话，只是一直看着他。不知道国师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枯木如何逢春，春去如何秋来。啊，国师讲话果然深奥。我与玉珍的师傅吕素贞有过一个约定，帮他一个忙，但我还是来晚了。可他却来得恰恰好。算算时辰，许月剑仙现在也该醒过来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的重逢会是如何。我从望城山下来，经过一片桃树林，我想，我们的重逢应该要有桃花。编写了这些桃花瓣，你可还满意？都这个时候，不满意也没有办法，我已经下山了，就回不去了。小仙女，我们走吧。已经不小了。是啊，不小了，是大仙女了，比以前更好看。以后别叫我小仙女了，还是
是叫我李寒衣吧。凉风帅以立，游子寒无衣。这不是什么好名字，我们改个名字吧。改什么名字？桃花，李桃花怎么样？这么艳俗。用在别人身上是艳俗，用在你身上就是风华绝代。枯木逢春犹在发，人无两度在少年。在桃花纷飞初见你之时，我们都还是少年。在你醒来之前，我让谢轩先生帮我找了一处院子。什么样的院子？一处小院，一棵桃花树，就像你我初见那样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院子？因为如今重逢，我终于可以问出那句我少年时就想问的话了。小仙女，做我娘子多好。我曾听人讲过，召唤真好看。因为遇见你，所以才好看。我真应该早几年下山。我这一生，从未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可我们这一生，才刚刚开始。赵玉珍，你怎么了？小仙女，我就要死了。赵玉珍，桃花帘外开已久，恋中人比桃花羞。小仙女，我就说你是个姑。鸟妈，可是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？很高兴。你来迟了。傻小子，还等着吃桃子呢。好美啊！这一生能遇见你。小仙女，你怎么又戴着面具了？戴着面具好丑的，你还是摘了面具更好看些。真好看，连声音也这么好听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可愿意随我下山？自然愿意。谢谢赵玉珍，赵玉珍。
可我们这一生才刚刚开始，只要能日日的陪伴着你，我都愿意。这桃花，看来终究是没能避免这个结局啊！我望城山人，只求结发寿长生，不理人间纷扰事。但是这件事不行，望城山众弟子听令，弟子在。望城山誓报此仇，誓报此仇。破军为何突然振命？白日之中，为何突见星辰陨落？如何了？经此一役，与雪月城结下了冤仇，又和从来不理世事的望城山结下了死仇，真的值吗？沐雨，沐雨从未对大家长的决判提出意见，但这一次，我想问，值吗？无论是雪月城，还是望城山，不久都将不存在了。国师啊，你有听到方才的声音吗？入魔之咒，我去看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心中莫名的不安和难过。先赶路吧，撤。驾！皇兄，不知皇兄突然召我入宫，有何事吩咐？听说虫儿回来了。白王。啊，听说他刚刚回府，想必一会儿就会进宫请安。怎么，皇兄想他了？他一个人回来的？难道他不该一个人回来吗？陪姑出一趟宫吧。皇兄，去哪儿？白王府。儿臣恭迎父皇。都起来吧。谢父皇。
才几日不见，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回父皇，回来之后，不幸感染了风寒，最近正在家里休养。你身子骨不好，平日要多加注意啊。谢父皇关心。父皇，楚河的事，陛下，殿下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可当时六皇子态度坚决，宁愿接了奴才一剑，也不愿离开。我知道，重儿一定是尽力了。但是这世上的事嘛，很多都是人定不了的，还是听天由命吧。谢父皇体谅。楚河还好吗？回父皇，楚河很好。楚河说，一直很挂念父皇。这话是楚河说的吗？哎呀，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呀！好好养病，姑先回宫了啊。儿臣恭送父皇。你可真是个有趣的皇子啊！恭送皇叔。皇兄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赤王府。父皇好。从小就练习射箭，到现在竟然还能射偏。你的眼睛，不如换去给你二哥了。父皇有所不知，儿臣最近生了一场大病，这一病就1个月。我到现在2只手都没力气呢。拿来。病了1个月，还能拉开这2弹之弓吗？这不才射偏了吗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儿臣其实没有病，只是最近心烦。如何？懒得上朝。父皇好剑法！跪下。既然不想上朝，那就不用上朝了。从今日起，就在这屋里待着。明日，藏书楼龙图阁大学士会带12学士到你府上，把北离巢路修缮完成。北离巢路，那玩意儿不是修了几十年都没有修好？父皇叫儿臣来修，那儿臣岂不是要老死在府里了？父皇饶命啊！岳离，咱们走。是。皇叔，你替我求求情吧！皇叔，我错了，我这……替你求求情。小侄子，我前几天奉命传你上朝，你不理我，现在来求我，晚了点吧？啊？皇叔，我上朝，我上朝，皇叔。松手。